你想过我是什么心情吗？被带到公安局去做笔录，被专案组带走去询问，你知道我是什么想法吗？我过生日那天，大家一起吃饭，在座的人，要么是被带走，要么是被约谈。该反思的，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王海的案子我办错了，王宇是我逼的，我逼他来找你们自首，我逼他来向你们坦白，他是陈胜龙的一杆枪，他协助陈胜龙搬到了湾海，就是为了拿那个矿山，只有他找你们来坦白了，才能证明我是被他们利用的，我不是故意要办错案子，我可以陪你一起去。把事情说清楚。我说你们当官咋都这样呢？啊，好事全都要，碰见事就跑，你是人吗你？还有，我确实是低价买了大苏西山的房子。如果陈胜龙不是黑社会，这件事情没问题。后来我发现他是黑社会，我就找他去退钱，去补差价。可是，是晚了，你不让退了，不但不让退，陈胜龙还威胁柳云。这种情况我怎么办？我敢说吗？我不敢，我害怕，我害怕刘云说不清楚。那是我老婆，红亮，那是我老婆呀！怎么办？我还是去找王宇，我吓唬他，我逼他让他来找你们，让他来说清楚陈胜龙是黑社会，让他来说清楚柳韵是在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被陈胜龙利用的，他是被围猎的。是不是这样，柳韵的罪就能轻一点？我错了，我一直心存侥幸心理，我一直在想办法来掩盖自己做的错事。我愿意接受任何处分。
小敏啊，爸，明天要走了。嗯。那洪亮这个事儿，你打算怎么办呢？既然他要查下去，我也没有办法。北京不去了？北京肯定要去的，等他查完了再过来吧。爸，这么多年了，洪亮什么性格你也知道。他虽然表面上看着嘻嘻哈哈的，但一查起案子来啊，就是重。所以咱们就让他把手头这个案子查完吧。那你一个人在北京忙得过来啊？我是想我可以先带豆豆过去适应适应，如果真的忙不过来的话，就请个阿姨先帮帮忙。小敏，你坐下。东平这个案子不简单，还牵涉到萧远。爸，你是不是弄错了呀？爸，到底什么情况？你没事吧？专案组都问你什么了？王玉的死跟专案组有什么关系吗？万海案、乔振兴案还有矿难，都跟王玉有关联。你都说什么了？饿不饿？该说的我都说了。什么是该说的？你说什么了？王玉为什么死在你怀里？他觉得有危险，为什么不联系公安，反倒联系你这个检察长？他是怎么找到你的？我听说还是你报的案。小姨，天都快亮了，您在这儿等了我一宿吧？您是担心我呢，还是担心您自己啊？一个活生生的人死在我面前，您想过我是什么心情吗？被带到公安局去做笔录，被专案组带走去询问，
您知道我是什么想法吗？我也在反思。我过生日那天，大家一起吃饭，在座的人要么是被带走，要么是被约谈。我想不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东平政法系统怎么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该反思的，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技术还原的结果出来了，也进行了仔细的排查和对比。我们筛选出了30人，但大部分人不在海洞，走访难度比较大。这些就是筛选出来的人。同志们，关键的时刻到了，我希望大家咬紧牙，坚持住，一丝都不能松懈。首先对这30人做背调，尤其是他们的社会关系调查。咱们大家众志成城，打好这一仗。是。对于发生在东平市的这起恶性枪击事件，市委领导高度重视。我命令从各分局抽调刑侦骨干，务必抓捕凶手。是。另外，积极配合专案组工作，对盘踞在东平的黑恶势力深挖细查，绝不姑息。作为国家公职人员，还是一名老检察官的，这点觉悟都没有吗？你只要没脱这身衣裳，就是代表检察院的形象。人家都拿手机拍你了，还在那嚷嚷，嚷嚷什么呀？现在可倒好，手指人民群众，大声呵斥的光辉形象，一夜之间传遍天下。他们恶意剪辑，你只看这段，你没看着说他把我爸气得高血压犯了，你也没看着他们推我妈差点没把我妈推地上的事儿。啊，你说这些你录了没有？我不跟他们同流合污。你没手机啊？你要是录了，舆情不就解决了吗？现在我们有多被动，你知道吗？小军，洪亮，老人现在没什么事儿吧？没什么事儿。你看这视频啊。如果家里老人知道你被推到风口浪尖上，也得替你担心，不是吗？对了，你刚才说的拿手机拍你的人，不是你们村的，查过没有？是哪个村的？我跟谁查呢？现在村里这个情况这么复杂，你说我爸呢，你一辈子都没离开这个村，他都说他不认识，没见过。不好办，向军刚才说的没错。自媒体时代，网络时代，人人都有手机，人人都可以拿出来拍你，人人都可以发到网上去，你怎么控制？我还是得跟你重申一下，你是检察官，你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尤其是这种突发事件，你被别人误会，你受的委屈，被百姓不理解，这是你的职业应该承受的。你看看这个，刚刚收到了最高检领导的指示，要求我们尽快的查清事实，汇报给最高检新闻办。我们得消除影响，我们得回应老百姓关切的事情。你这样，你跟院宣传处的老宋联系一下啊，尽快把你了解的情况，你知道的这些。写成一个情况汇总，交给我，我得报上去。
但领导，我现在专案组那边工作正是最吃紧。你哪儿那么多废话？舆情不解决好，你就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哟，姐，你没走啊？我豆儿姐呢？跟阿姨出去了。哎，你过来。哟，哪儿来的古董啊？哎，这是什么时候拍的？那时候你就10岁。10岁，那小学？我记得我当时正好是高3啊。从小到大都是我接你送你，就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不是早自习就是晚自习的，经常是要么是忘了，要么是顾不上接你。哪儿顾不上？我都怀疑你谈恋爱去了。哎，你还记得吗？你当时啊，你就经常在那学校门口哭鼻子。我哪儿哭鼻子？你别埋汰我啊！姐，说实话，咱妈呢走得早，咱爸一心扑在工作上面，从小到大，我这吃喝拉撒、上学放学全是你在管。你要是不管我，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活这么大。姐，辛苦了。你要是这么知道感恩的话，那姐也请你帮个忙。你说？你姐夫那边专案组也走不开啊，豆豆过去也得适应适应，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你能不能跟我一起到北京住一段时间，帮我照顾照顾豆豆？不是姐，我这个项目啊，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你也知道。那北京的那边有什么事儿，我都可以帮你解决，甚至你要是不行，我都可以给你请个保姆。但是你让我过去，我真有点走不开。你说的项目是新人吗？对啊。可以先放下。为什么？你姐夫的专案组啊，规模有多大我不清楚，但是查了这么久，至少证明东平的局势很复杂。你不要趟这个浑水。二姐，是不是爸跟你说什么？姐，这事儿你别掺和了，行吗？他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啊，当然也没有那么复杂，只是，反正我自己有分寸。你要是有分寸的话，就不会现在还跟于天成有联系。所以就是爸让你来跟我聊的了。姐，你怎么跟爸一样？你们根本就不在乎我想要什么，你们只在乎自己想要什么。我实话告诉你，这个事我忙活了3年了，我不可能说放就放。我就把话撂这儿，你要是不听爸的，不听我的，这个家早晚会毁在你手里。你从小到大，爸给你擦过多少次屁股？车祸的事儿，对你的教训还不够大吗？所以我不需要你们帮我自己能解决。解决？你怎么解决呀？江阳，我告诉你，你要是继续跟我天成这样下去的话，你跟黑社会有什么两样呀？那你去举报我，你让姐夫来抓我。
我跟我妈说了，让琪琪去她那儿住段时间。今天送她过去的路上，她跟我说了你跟她讲的那个故事。是孩子一眨眼就长大了，也懂事了，时间过得真快呀！啊，对了，你的衬衣、简服我都给你洗好了、熨好了，放在那个柜子里了。银行卡加他结婚证里面。就放在床头柜的那个抽屉里，还有冰箱里被我填的差不多了。我买了蔬菜、水果、鸡蛋、牛奶，都是你爱吃的。我还买了一些速冻食品，但你笑什么呀？没什么，我就是突然想起了你的那辆小毛驴儿。你是说咱家那辆小摩托？还是二手的。现在特别怀念咱俩以前的时候，你骑着车带着我去看电影，吃路边摊儿，压马路。那时候日子多简单呀！这后来结了婚了，生了孩子，买了房，官越当越大，日子越过越好。可感觉怎么就变了呢？人杰，我们还能回到以前吗？别怕，把问题交代清楚，就会过去的。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回去吧，李姐。
咱爸那边怎么样啊？没事，要不要安排个医院检查一下啊？没事，放心吧。别总放心放心的了。上次爸妈体检是什么时候？不到1年。没事。那个姐夫，这事儿我对不住你，我给你道个歉，我自罚1杯。哎啊，哎呀，舆情处理的如何？能否归队？刘月，关于你的问题，还有什么遗漏的吗？没有了。我的事，我对任俊有印象吗？我向组织保证，这些事他完全不知情。但是我知道他一定不会同意我这么做的。我不想因为我连累了他。你这舆情处理的够快的呀！不是至少得48小时吗？这么快就回来了？哎，您该不会回来收拾东西的吧？专案期间，领导让我继续戴罪立功呢。小王，哎，准备开始。好嘞，好嘞。这是监控录像的截图，已经高清修复过了啊。我们也筛选出体貌特征极度相似且当天在矿区附近出现过的犯罪嫌疑人。那其中有一个人呢，他经常往返于新世界垃圾场和天龙集团之间。根据我们的调查呀，这个垃圾场实际上就是天龙集团全资控股。我们也高度怀疑此人为矿难制造的犯罪嫌疑人。另外，还有一条新的消息是关于王玉枪击案的调查进度。目前我们基本可以锁定，枪手在行凶期间所开的汽车也属于新世界垃圾场。我们看一下这个人，这个人叫熊磊。我们也很奇怪，怎么也查不到此人的银行、住宿、交通等相关的社会信息，这也给我们的调查难度增加了很多。此人反侦查能力极强。当年的案子办错了，孙一虎可能不是主犯。判处孙一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你爸杀鸡都不敢，开枪杀人的肯定是王大勇。重犯王大勇，判处有期徒刑17年，服刑期间确诊肝癌，保外就医1年后去世。帮我认个人，今儿认不认识？不认识。啊？不认识。
前一段你刚帮人家掩盖矿难了，你帮人这么大忙，你不认识他？我说过了，孙飞让我干的，具体忙谁我不知道。你这样啊，我给你换个方法来。不了这次矿难，不10几年前啊，就万川矿，这人，再想想，认不认识？谁呀？要算要抢劫案，从犯王大有。谁？从犯王大有。来，我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从犯王大有。再说一遍。从犯是从犯吗？是从犯吗？从犯王大有。131号枪击案，真正开枪的是他，所以他是主犯。再说这个主犯王大有，记录的是保外就医还死了，哎，怎么这人现在活到现在呢？哎，你跟我说，这谁给治的呀？说不清楚。怎么说不清楚呢？来，你看这啥？这身份证，看没有？死人办身份证了，而且在你们单位、你们分局办的。不是我干的。那谁干的？不是你干，谁干的？我没干。那你一定知道是谁干的，对吧？检察官同志，我没干过的事，我有权利不回答吧？知情不报，隐瞒犯罪事实，你觉得呢？那如果我检举你们不知道的别人的犯罪事实，算立功吗？孙飞亲自办的，他用他的权力填的资料，让户籍科走的流程，具体帮他操作的那个人员，后来被他调走了。那这个人怎么就说从主犯变成从犯了呢？131枪击案根本就不是什么抢劫案。当年万海跟那个隔壁那个大成矿业有利益冲突，这个王大有就是大成矿业派的，让他冲着杀万海去。事发之后，篡改证词，颠倒出从犯身份，都是孙飞做的。有几件事儿我在场。孙一虎在前他那个认罪笔录的时候，我从他的眼睛里边是一点光都看不到的。他小声跟我说，他要的就是这个死。还有杨正，这是邪了门的。后来他姑娘也当了警察，还得分到我队里，所以我从来都不敢看杨静的眼睛，因为我一看着他，就想起他爸。孙飞，你挺厉害呀！你这样的人，你怎么不早点把警服脱了呢？脱
说了多了无牵挂，多干干净净能干坏事，你怎么有脸穿警服呢？啊？这个人的身份我们现在很清楚了，凶类王大有，对吧？问你话呢？哎，这个人是不是一个主犯，让你给变成从犯了，然后还给人弄了个保外就医，最后说人死了，是你办的？你咋办的呀？啊？他说的是131案，记得吗？他的身份证是你办的，你不可能忘了。你这么给人放了，你放一条狼出来呀，逮谁咬谁呀？出来干了多少坏事？哎，一个矿难，2死6重伤啊，还杀了王玉，你把他放了，他杀人了，你不也等于杀人？你手上沾血了呀？啊？江书记，就这样把我赶出东平了吗？你可以不接受啊，但是你要搞清楚啊，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帮你，否则你就是杀人犯。监狱和离开东平，你选吧。我可以接受，但是你必须再帮我一个忙。别给我得寸进尺了。开枪那人叫王大有，我把他当儿子，你必须帮我把他捞出来，这样我马上离开东平。于先生，这个事儿我不可能帮你办。啊，你想让我犯罪啊？来，书记，那什么，老谢，你先陪书记走。什么名字？王大有是吧？我帮你办。能让一个人假死，比另一个身份活着。这么大的事你一个人干不了。孙飞，你没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吗？孙飞，咱别整这出。事已至此，你自己啥情况你最清楚，对吧？伸头一刀，缩头也一刀。孙飞，咱爷们点，痛快点，行不行？来，说吧。你们都有谁啊？说话。谁是组织者？说话。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说话。13年前还是更早？咱能不能说话呀？孙飞，你想玩零口供啊？好，孙飞呢，我就让你看看，说你零口供，我能不能定你死罪难逃啊？我跟我同事，我们一定会努力的，我们一定不辜负你，我们一定认认真真对待你这个案子，给你判的实实在在，给你证的清清楚楚，我让你死的心服口服。你们俩的警号我都记住了。等我出去以后啊，我就投诉你们。程子健，你还以为你能出去呢？好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啊，证据呢？给我看看呀！你来干嘛呀？你们叫他来干嘛呀？啊，这事儿跟他没关系，你们叫他来干嘛呀？郑亚平，你把他带来干嘛呀？说话，郑亚平，
这事儿跟他没关系。什么事儿以后再说，先回去。还有以后。子健，你爱过我。为什么骗我？我可以骗全世界的人，唯独不会骗你。那为什么？我就是怕你们看不起我。如果我还是一个县里的小公务员，你哥会把你介绍给我，你会看上我吗？你就是这么看我和我哥的。我说的没错呀，都是实话。在我的认知里，就是这个样子。每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得自己去抢。我真的不想就这么平凡的过一辈子呀。我就是想出人头地，过好日子，有错吗？所以你就要去犯罪吗？我跟你在一起，是因为我以为找到了一个全心全意爱我的人。你爸妈联系不上你，给我打电话了。我跟他们说你出差了，但我瞒不了太久。你一直都是叔叔阿姨的骄傲，曾经也是我的骄傲。坦白从宽吧。到此为止。妍希，谢谢你给了我个家，余生还请继续指教。
我觉得我叫洪亮啊。今天呢是我来问，你配合配合我。我配合你啥呀？说13年前，你们这个万昌矿有个131案，死了俩人。最近我重新梳理了一下这个案子，发现人家这个目的呢还不是抢劫，人家就是要杀人。